这是一条非常特别的路线哦。这抓咱们来去九寨沟，去九寨沟还有哪边呢？还有我们之前也很少甚至没有拍摄过的一些景点，加上这一趟我们要去四姑娘山，那呢，精灵故乡九寨沟之旅出发喽！这抓加特殊哈，这抓咱的九寨沟是有击败香港佚佗的。其实香港这个所在真侪人来过哈，但是真正你要到香港正港伫真内底算的哈，其实足侪人吼，足久一定无去来香港啊。转机咱莫讲啦吼，真侪人一定足久无去来香港算啊。所以其实呢，有当下三不五时哈，咱转机的时阵呢，来到香港佚佗，其实嘛袂歹啦，我讲真的哈，感觉呢也还不错哦，还蛮有一番趣味的哈。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昂坪360度缆车，别小看这个昂坪360度缆车，这条路上的缆车呢不介俗哦。昂坪360是一条缆车路线哈，在这个海洋公园的登山缆车料呢，是香港的第3个缆车系统。这个缆车呢，你看看你看那种非常的长啊，也非常的远啊。由香港铁路公司来管理哦，连接香港的大屿山啊。昂坪360完工了后呢，这个所在变成是世界上规模上界大的吊车系统。上早时呢，香港地铁公司呢，将这个吊车系统呢，称作为东涌旅游吊车。后来呢，改名叫做昂坪360。这个昂坪360不便宜哦。认真来讲哦，往返之间呢，被高坝口走袂去哈，所以讲无介俗哦。但是呢，这嘛是变成一个哈，真大的重点哦。这条专长5.7公里哈，坐这段缆车要坐20分钟哈，比坐任何一个缆车更较长哦。那这个缆车呢，360设计分做3段哈，要去转弯2道哈。缆车呢，到尾会当东涌的吊车站开始哦，一直到赤拉角的转向站。所以这个缆车有一个特点是啥？其实你对香港机场出来了，你可以乘坐这个缆车爬过大屿山然后呢，到另外一个所在来停下来你讲景胜呢，其实重点是伊是世界上上长的缆车啦安尼了解所以你讲风景有水不水还可以啦但是最主要是来体验看看这么远这么长的缆车哇，其实你坐这个缆车呢，还是会有点紧张因为太远了这个缆车行到后来，你就前也看不到，后也看不到，就剩你一个了。哇，尤其是当下呢，落雨大蒙雾的时阵哇，这缆车坐起来超级刺激啊！咱这岛来九寨沟100香港昂坪360缆车。
到我们现在呢抵达了昂坪哦，360哈，现在已经下车了啦啊。那来看看这个昂坪360哈，那这里也就是连接着以前啊，你来以前做过以前啊，你有来过海洋公园的人啊，你应该可以了解得到了哈。有来过海洋公园的人哦，你注意去看看啦啊。这一个就是海洋公园后边民俗村，所以啊，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也就是以前呢接壤的很像海洋公园的这种民俗村屋啊，很像。这里也叫做昂坪市集。香港，我相信哦，20年前哦，香港这个地方呢，吸引了非常多咱台湾的人哦，一定爱来香港来佚佗哦，无来佚佗是袂使哦。在20年前呢，香港哇，这个尤其是我们看了很多的那个港片啊，港剧啊，香港让我们呈现了另外一种很奇妙的电影工业的幻想哦。我相信每一个人出国的第一次选择的也是来到香港。随着这几年来香港的改变，回归了大陆，香港起码严格来说呢，看起来呢一定是较无港啊哈，它少了一点点以前英国殖民时期的味道，但是呢，它的经济、它的繁荣其实已无退步了。随着今嘛两岸三通了，飞机不再像以前呢，一定要经过来香港的转机，所以以前你到香港一定要停一站有无啊？今嘛一定唔免啦哈，不用再停那一站啊。那随着呢现在的改变呢，也慢慢的改变了很多的事情哦。那现在的香港呢，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说有机会大家其实呢可以来。你看大屿山大佛，我看到无？这些嘛是以前你来香港佚佗，绝对会走来这耍的。所以现在的情况不太一样了，现在的香港也不太一样了。那大家呢也变得很久没有来过了，所以有时候呢，行程呢，经过香港转机的时阵呢，我就会很想呢安排一下香港之旅。但是香港现在也不太一样了，没遐俗了。现在的香港呢，经济水平呢，包括消费呢，都没盖俗哦。所以当你来到这边呢，整个团费呢，其实呢一下子呢会飙涨很高的。天星渡轮，我想这个天星渡轮呢更是不用说了哈。
这天星渡轮呢，来香港你无甲坐天星渡轮，就无菜去。其实呢，踮香港你注意甲看吼，香港有真侪所在吼，看起来呢，甲英国呢有一点仔相共。那天星渡轮呢，这种吼，你知无？坐的这种吼，会使代表香港的交通工具啊，吼，会使代表香港的交通工具哈。我们今天将前往的是香港啊，要去九寨沟、四川之前呢，先来香港旅游哈，坐天星渡轮呢，游 Victoria 的港口，看嘛现在的香港，还有前面那一栋现在目前香港最高的建筑，哇，我感觉了香港啊。不要说50年不变了，其实香港的经济呢还是走在前锋的哈，嘛是个今日头前啊，包括永远会使看到头前，迄个所在有游轮在停的，迄个叫做什么哈？那一个地方呢，也就是他们皇家太平洋饭店啊，海港城啊，所有的这个尊家呢都停里下哈，永远都可以看得到立信游轮就停泊在香港这边啊，永远都看得到。哇，香港也是一个小王子充满了回忆的地方啊。那今天的天星渡轮你看从这个中环让它到中环，现在前往的那个地方呢是尖沙咀旺角不是旺角尖沙咀后面才是旺角这个就是标准的天星渡轮。不快乐吧喜欢看港剧的，你永远很难忘怀香港的天星渡轮，对吧？天星小轮，还有呢香港的叮叮车，还有呢香港的这个红色的巴士，哇！只要来到香港，只要看到维多利亚港的这一幕呢，整个港剧的那个片段钢屏的这个片段全部呢都涌上心头啊，非常的怀念。尤其是我国中的时阵啊，在我国中的时候，香港是最在台湾影星最红的一个时段啊。OK 来。哇，怎么那么快？下一个画面呢？我们已经转机进来了哈，因为我们经过香港转机进了香港玩。我们现在来到了世界上最有名的都江堰，它有名在哪边？它有名在它的水利工程。所以咱来再讲，这个所在是世界上上界有名的都江堰。所有的人听到了都江堰这个名字呢，我敢保证你一定听过它最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咱之前不管是经过这个长江三峡的路程，我们来到嘉马赫，还是今天呢，咱特别去四川来好，拢会来到这个都江堰来到都江堰，什么时候重做？什么时候做过？有重修过吗？为何举世闻名呢？西元前256年，2000几年前战国时期的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甲伊的囡仔叫李二郎，组织了巴蜀民众改造山河，修建水利，创建了今仔全世界上界有名的都江堰使得成都平原变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饿造就了它最有名的叫做天府之国。当时的太史公司马迁呢，在他的那个书上面呢，曾经就有写下创建都江堰丰功伟业的这个水利专家地方官，他只写了蜀守兵，没有人写他姓什么。这位水利专家后来被班固的《汉书》报起来报下去的，才知道呢，他叫做李冰。后来的巴蜀人民呢，为了纪念李冰的父子每年都江堰放水的时阵，拢爱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历代帝王为了顺应民心呢，就将李冰父子的功绩呢十分重视。宋朝啦、元朝啦，封李冰父子为王，建二王庙。没有人知道李冰出席的年代，嘛不知道他的祖籍几堆，更不知道他是从哪一个地方来，获知治水的知识看到知影伫西元前256年，在四川有一个新的太守名字呢，也叫做李冰。古册顶管嘛无写李冰家者生平的故事，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汉时代战争的水坏、档案文书损坏太多的缘故，所以呢，
李斌没有留下任何的事迹，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考据的东西。李斌是一个爱民的地方官，也是一个杰出的科技专家。他在四川的任职其中呢，不仅创建了造福万世的都江堰，还建了许多有利于民众的岗点。以修建都江堰之外呢，佮他们城都建7座桥这以前的真简单啊，就是座桥这岗点的啦。我们讲这岗点的哈，它的功绩呢，到现在呢还啧啧称奇，因为在2000年前呢，他做了治水的动作，很不容易啊。那都江堰的建造呢，起源在呢四川位于长江的这个中游，因为有4条长江的支流，因此呢北边注入长江，也称为四川。这4条支流当中呢，以岷江最容易泛滥成灾哈。有很多人不知道四川的由来，是因为它有4条长江的支流。那这4条的长江的支流呢，在北方注入长江，所以就把它叫做4个川河川的川哦。岷江来自于甘肃跟四川交界摩天岭，在4000多公尺的高峰上面。以春天的时阵呢，夹在了山上的雪水，流向河流对北边呢安尼流落来冲刷河岸两边的这个沙叶眼泥眼以冲刷出来的泥沙呢，笔直的往南方就流过去了灌溉的线地势变得很大，大量污浊的水流呢四处横流所以调调呢造成巨大的水害早期长江冲击平原呢，拢是土土壤虽然真好，但是呢无水，因为拢是冲击起来嘛。这吊桥惊遐侪人，哇天哪！走到，怎么我在旁边看都觉得好可怕哈！哇，这个吊桥觉得实在也太刺激了吧哈！再次验证了强国人民这个骁勇善战这个还是很刺激哈！哇，这个太刺激了，还好不是很高哈。你老公这个吊桥呢，悬挂在2000多公尺的高山我看上面在走，下面在下雨了那我们讲到都江堰呢，居民对岷江伤害的程度呢，已经呢很严重了所以后来呢，这个李斌呢，他为了呢改变大众民众的生活方式呢，就把它修建了起来。都江堰从李斌父子建造了呢，用1500吨你讲有久无弯条呢较歹去那都江堰现在在用它久呢，最关键的是李斌的父子起不是挡在河水当中的水坝，而是坐落在河边的离槽水库离槽水库使得岷江水浑浊的时候呢不进水，水澄清的最清的时候该入水可以减少水坝因为水浑浊带来的淤积工程困难。世界上足少有一个水库2000几年前你会使建一个离槽水库呢？台湾也有许多水库乌山头水库呢，好像也有一个离槽水库你看用了1500年了，我的天哪我们的东西用几年就坏了它用1500年了，这还真不容易呢。另外一个成功的关键就是都江堰的坝体呢是凿穿一座山而成的，不是一般的土壤石坝，所以呢不动如山就是它最好的坝体你了解不？都江堰建造非常的厉害走外面069的，得了来不知道是不是河道淤积的太多李斌东西但河道来的呢，坑5架石犀牛成为河底量测不变的基准点就好像日月潭有那个5只青蛙一样但是他丢了5只犀牛为了关切水位的深浅在河中有3个巨大的石人几个桃人要求都江堰的管理者注意水位袂使给以这个人做标准伤低伤悬拢袂使伤低伤悬的放水，伤低的引水入来所以呢，当时李斌父子呢不止坐这个山甲冻这个水而且呢，伊建材拢担现场了岷江取水在河中用四川产的大竹子竹做成竹筏在这个大粒石头来一船一船把这个石头牵入这个河当中呢，
称为分水雨水。所以我们刚刚在看那个岷江的时候，会有一个波浪就是呢让水流到这边呢，因为这些石头呢而产生了缓流。岷江有60%的水量称为外江，属于岷江的主流道，而分水雨水的东方称为内江，引40%的岷江水呢进去了它所俗称盖起来的宝瓶口，这个就是雨嘴啦所以有时候听我讲但是实际上来这边呢，你会感受到它的震撼到了宋代，都江堰已经总结出系统的治水原则了宋朝的时候已经很厉害了，所以水进这个宝瓶口料呢，就成为一个水网道路一样纵横交错几百里，就用这个水呢引到成都平原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呢，成都平原呢，从以前的虽然肥沃，但是呢很泛滥的地方呢，变成了稻米之乡。所以四川呢也有天府之国。这就是每一道都江堰，我们都要稍微解说一下，因为都江堰真的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啊。但漫长的历史的长河当中呢，汉文帝、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丁定呢，都为都江堰修固完善做了很大的努力。就是前人盖得太好了，所以他们不断的努力的维持，所以它是都江堰的非常有力的工程。他们呢都永垂千古啊，都留在了都江堰的名单当中。不管是唐末四川节度使、宋朝的这个赵不白、元朝的人最有名的当然是也是武则天时期的这个刘义崇，还有诸葛亮等等都为了都江堰下过不少功夫。下雪喽！这里是哪儿？10月份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这一次我们来到了黄龙，第一次在黄龙遇到了大雪纷飞。我们从成都进去一路往上拉，现在来到了海拔非常高的黄龙风景区。而在黄龙呢，我们遇到了大雪纷飞，还是很开心啊！10月份10月份的那个在关川的乡呢，高山天永远都是不测的所以没有办法知道它会下大雪还是不会下大雪。但是下雪，我想我们都很开心哦。